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一共出现了189个学术流派，其中最火的两家就是儒家和墨家，并称显学，可以说是先秦的清华北大了。但是我们发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，墨家就消失在历史中，就连当时最博学的司马迁也找不到什么资料去还原他的故事，或者说是有意隐瞒着墨家的历史，让后人快速忘记。这是因为墨家的存在当时动了帝王的奶酪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要说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墨家的第一位老大墨子，而儒家在那个年代已经是老牌的名校了。墨子本人早年也是儒家的学生，但是读了几天书之后发现儒家这套理论和我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，于是就离开了儒家，创业搞起了墨家。墨子这个人当时的人格魅力呢太强大了。首先呢，在战国开门立派，没有嘴上功夫肯定是不行的。墨子的口才当时堪称是一流的，辩论起来也是条理分明，逻辑清晰，和诸子百家的辩论战从来就没有输过。而除了能说，他的动手能力也是诸子百家里排行在第一的。墨子网络别称机械圣就连鲁班都甘拜下风。当时他不仅拥有着超强的攻守成武器，还有着最先进的机关术。只要是天下有不义之战爆发，墨家就会率领几百弟子就能左右战争的胜负，间接影响到国家命运走向。而除了动手能力，墨家的组织动员能力更是一流。在先秦时期，墨家弟子他不比儒家弟子少，巅峰时期可达10万之众，其中活跃的可达上千人。作为一个新秩序的追求者，墨子的思想他更是超越时代的，人人平等、兼爱和非攻，在那个蛮荒时代就颇有马克思主义色彩。墨子的强大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，武艺高群的壮士追随墨子，跟着墨子风餐露宿，行侠仗义。当时墨子身边一个能打10个的猛士就百10号人，就连孔门72贤子下的徒弟秦华离都判如归墨。但是墨子这个完美的创始太过于耀眼了，所以在墨子死了之后，墨家再难找到这样牛皮的伟大人物来凝聚墨家这个庞大的团体。大家都是奔着墨子这位大哥来的，大哥一死，凝聚力就下降，所以后来便有了楚国的楚墨、齐国的齐墨和秦国的秦墨，并且内部系统还划分为墨侠和墨辩。那墨家消失的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受儒家的打击。当时墨子在创立墨家学派的时候儒家就感受到了危机。一方面呢，都在一个时代混，墨家的加入和不断的扩大，在当时的影响力这确实抢了儒家的生源，还抢了儒家学生的就业岗位。所以当时的儒家掌门人孟子就非常的担忧，表示这天下不归阳即归墨，这就可见当时墨家的地位和影响都是非常高的。但是儒家它终归是迎合统治者的学派，主张的是护卫皇权，所以儒生对墨家的打击报复有多狠。所以儒墨之争的根本就在于思想和学术的对立，它水火不容。儒家崇尚的是尊卑有序，士农工商，谁是士谁是商要分得清楚，职业要分成等级。而墨家呢，推倡的是人人平等，大家出生都是人，哪里来的什么等级分化呢？这就是皇权贵族为了自己过得舒服一点编写的概念而已。然后还会让所有人都遵守深信这个编写的概念。然后儒家还推崇血统论，比如出生家庭的贫富，这天下的王不看能力只看血脉，无论下一代你是不是个傻子都要当皇帝，世袭制嘛，他维护的就是血脉宗亲。但是儒家可不是对谁都这么好，出生贫苦百姓家的孩子呢，儒家说你一辈子都要这样，不要想着翻身。而墨家呢，他主张的是上贤，什么意思呢？和儒家正好相反，这天下的王也好，官也罢，要选择有能力的人而举之，不要看血脉传承。所以墨家这个思想当时可得罪了很多人的奶酪。虽然是帮底层人说话了，但是底层人确实是能力有限。但是我们现在看，世袭制早就没有了，传统的接班也在近10年20年基本都消失了。所以墨家思想当时是统治者非常反感的。但是历史呢，走了2000多年后发现，墨家在先秦时期所提出的思想和文化到今天才逐渐实现，可见墨家文化的先进程度。而儒家呢，还强调礼乐，要有贵族的腔调，要有仪式感。而墨家认为礼乐没有什么用，咱们要节俭，不搞那些形式主义，而提倡普通的人呢强本节用。什么意思呢？强本是努力工作、生产、创新、赚钱；节用呢，就是不要为了形式铺张浪费，这样才能让普通一个人过上更好的生活。父母死后也要结葬，不要搞太多的陪葬品。那儒家呢，就鼓吹天命。什么叫做天命呢？就是你的出生家庭。如果你出生家庭是普通的人就不要想着翻身，不仅你不要想，你的祖孙3代最好世世代代都不要想。可以说儒家鼓吹的天命论呢，就是限制底层人的想法，固化的思想，让皇权贵族出生的孩子更安心。而墨家呢，又来唱反调，提倡的是非命，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。墨子说人有2个命，大命呢就是你出生的家庭，小命呢就是你每天做的事情，而小命要比大命更加重要。这个理论我们现在一听是再普通不过了，但是在古代可以说是胆大包天的逆天三观。
所以说儒墨这两家呢，从本质上看，儒家是一个维护旧秩序的贵族学校，那墨家呢是一个推崇新秩序的劳动者学派，天然的就是仇敌啊。所以到了董仲舒罢都百家，独尊儒术的时候啊，墨家就彻底在历史中消失了。按照司马徽说诸葛亮的一句话解释再好不过了，孔明虽得其主，他不得其时。如果是秦朝统一后啊，开始实行墨家思想，以当时墨家的科技、精神、先进的文化，那么华夏在历史中得到迅速发展，那么早早的就会成为全世界碾压第2的存在，版图大到你绝对想不到，压根儿也不会出现什么五胡乱华和近代的种种事件。但是大国的崛起呢，一定要经历9981年，等待天时的到来。所以墨家在秦国统一后不久就消失了，这个也是个必然事件。但是在近代，墨家思想又重新恢复到这片古老的中华大地上，也是一个必然事件。我们现在的三观思考方式已经是一个过渡阶段了。大家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啊，就一定要看图文版《墨子》这本书。它不仅印刷很好，内容也很全，有彩图、有翻译、有注解，丝毫没有阅读障碍，老人孩子都能看懂。我就放在购物车里了。